我自掏腰包20万给村里修云水渠，挖掘机刚开进地头，村里有名的老坡跑张老赖就铺了个破棉被，直挺挺地躺在了履带前。动了我大清朝当县令的祖坟龙脉，破坏了风水，没有8万块，今天你们谁也别想从这儿挖过去。看着那座插着几根新鲜柳条，分明是昨天半夜才连夜堆起来的新土包，再看看人群外围，镇上的水坝王大兴坐在霸道车里冷笑的嘴脸，我直接气笑了，当场下令把渠填平，想拿假坟头讹我8万，做梦！老子反手就去定地下高压暗管，一滴水都不给你留，你就等着旱死吧！哎呦喂，不活了！挖掘机要从我身上碾过去了，欺负老实人了！张叔，您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昨天勘测队定路线的时候，您这片荒地可是平平整整的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铁柱，你少揣着明白装糊涂！你看看那是啥？那是我大清朝当过县令的太爷爷的祖坟。你这渠从我家地头过，切断了我老张家的龙脉，风水破了，我以后怎么见列祖列宗？我听得直皱眉头，全村谁不知道他家是逃荒外来户，哪来的大清县令？这分明是昨天半夜临时堆起来碰瓷的假坟。张叔，咱明人不说暗话，水渠修通了，您家的地也能喝上水，您赶紧起来，别耽误工程。少给我画大标，想过去也行，动了风水就得赔，一口价8万块一分费，少一子儿，今天谁也别想从这儿过。8万块，张老辣这是要把铁柱往死里逼呀！这不是明摆着讹人吗？哎呀，铁柱兄弟，火气别这么大嘛。修渠是好事儿，但动土伤风水，给老张点补偿也是应该的。你这么有钱，掏个8万块算什么？王老板，我们村自己修渠自救，就不劳您操心了吧。各位乡亲，今天这渠要是惹得张老赖不痛快，闹出什么纠纷，我王大清的车队嫌晦气，以后可就不往你们清略村送水了。别啊，王老板，不送水，地里的药材可就全死绝了。铁柱，你就服个软吧，你都有20万修渠了，赶紧把8万给老赖吧，大伙儿可都等着水救命呢。对呀，你惹他干啥？给了钱不就清静了？就是为了你这点脾气，全村都得跟着渴死。铁柱，想通了没？8万，现金还是转账？师傅，把刚才挖好的沟全给我填上。铁柱，你说啥？我说停工撤场，我掏钱修渠是想帮大家一把，不是来当冤大头的。张老赖，你守好你的龙脉，1分钱你也别想拿。大伙儿既然愿意买王老板的高价水，那你们就继续买，这渠我不修了。虚张声势，我看你能硬气到什么时候？硬气到什么时候？既然地表的路你们不让走，老子明天就去省城定地下高压暗管，这水我还就非绕过你们不可了。我开着皮卡离开修渠工地不到2个小时，王大清的报复来了。平时每天下午准时进村卖水的2辆大型送水车，今天直接停在了村口的老槐树底。老张，王老板这到底是啥意思啊？我家的黄金叶子都打卷了，再不浇水就死透了。啥意思？王老板说了，今天这事儿让他心里很不痛快。那赵铁柱不是牛气冲天吗？不是要掀桌子吗？王老板发话了，撤铁豆不低头，这水车就停在村口不进去。谁要是平时跟撤铁豆走得近的，今天一滴水也别想买。作孽呀！铁柱惹的祸，凭啥让咱们跟着遭殃？就是他拍拍屁股走了，留下个烂摊子。大伙儿也别急，那小子当了几年兵，自以为骨头硬，我看他能硬过这毒太阳。这地里的药材可是他的命根子，你们信不信？不出3天，他就算砸锅卖铁，也得哭着提着8万块钱。那是。铁柱哥，不好了，王老板下断水令了，只要是今天没帮着老赖说话的，全部卖给水。老赖还在村口放话，说非要逼得你破产不可。知道了。不是哥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啊？你这几十亩药田，再晒2天就彻底完蛋了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要不咱凑凑钱，去找老赖认个错吧。二柱，你记住，有些人就是不能惯着。你今天给了这8万，明天王大清就能把水价再翻1倍。我们是正经种地的，赚的都是辛苦钱，凭什么任由他们欺负？可是这水的事儿，我来想办法。
这几天哪怕是拿盆端，也得把苗给我保住。哥，你背着包去哪儿啊？去省城。他们不是要在地表上卡我的脖子吗？那这规矩，我今天就给他改改。老板，买设备急用，马上能发车的那种。兄弟，我们这儿做的是大型工程水利设备，你如果是想买几根塑料管子或者小水泵，出门左拐去农贸市场。我不要小水泵，我要最高规格的工业级 PE 高压管，能抗高压强冲的那种。另外，我还需要全套的微电脑控制全封闭滴灌系统。兄弟，你买这么高规格的管子做什么？这都是市政工程或者大型矿区才用的，成本极高啊！成本高我也认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得租你们一台设备，外加一个专业的操作团队。什么设备？非铺障定向钻机。你要定向水利器？那玩意儿是用来在城市地下穿管铺光缆或者过江过河用的，租一天就好几千。你一个种地的用的这杀鸡用牛刀的家伙吗？用得着，因为我老家有大清的龙脉挡道。李总，你听好我的要求，我的老家全是岩层和干硬的黄土，我要你们的钻斗从后山水库直接下钻，深入地下10米，在完全不破坏地表、不碰到上面任何一寸土地的情况下，把这套高压主水管给我穿过去，直通我的果园。深埋10米穿管，搞全封闭滴灌，兄弟，这简直是给水修了个地下堡垒啊！我要的就是一滴不漏，钱在这儿，后续的15万我还能去银行贷。我就问一句话，技术上能不能实现？能不能明天一早就进场？只要地质条件允许，别说地下10米，15米我也给你穿过去。好，签合同。王大清、张老赖，你们以为卡住了地表就能把全村人当猪仔一样宰掠？等我的地下钢铁防线拉起来，大旱绝收的时候，我看你们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这笔账我们慢慢算。这都第3天了，铁柱连个人影都没见着，这地里的苗可是真撑不住了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他的地还在这儿呢。我打赌中午之前，这小子肯定得乖乖提着钱来找我。王老板那边可是发话了，见不到我点头，谁也别想买到一滴水。啥动静？王老板的送水车来了。不对呀，送水车没这么大动静。铁柱哥，你这是弄的啥大动作啊？赵铁柱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不拿8万块钱，今天这挖掘机要是敢碰我家地皮一下，我就死在取带下面。李工，开始定位下钻点，避开地表所有建筑物和疑似撞击物，直接打入地下10米岩层。没天理了，欺负老实人了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赵天柱要强挖大清县令的祖坟了！赵铁柱，你疯了是不是？非钛矿定向钻机，你搞这种市政工程用的重心来村里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王老板，眼力不错，还认得这是定向钻机。赵铁柱，你别以为搞个大机器就能吓唬人，这地表是张老赖的。你不管用什么机器，只要你敢从这儿过，就是破坏风水，就是侵占他人土地。是吗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村委会和镇里批的水利设施建设许可，路线是在公用黄地边缘。而且，王大兴、张老赖，你们不是说我动了你们的龙脉吗？那好，我不走地表了。这台定向钻机会直接从地下10米深处的岩层穿过去，10米以下不属于你的耕地范围，更碰不到你那个连夜堆出来的清朝祖坟一根毫毛。走地下10米，不用挖开地面，铁柱哥，这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
这是工业级的深埋 PE 高压管，水在地下10米走，一滴都漏不了。你这简直是胡闹！老张，拦住他们！地下10米也是你家的地，不能让他们钻。张叔，我劝你别过去，这机器的钻头是绞碎岩石用的，马力几百匹，你这把老骨头要是碰着擦着，那可不是8万块钱能治好的。而且我走的路线完全合法，你现在上去叫4坏大型水路工程是要坐牢的。开钻！真神了，连个沟都不用挖，管子就能送进去。铁柱这小子有魄力，王老板这回算是踢到铁板了。赵铁柱，算你狠，咱们走着瞧。我花重金打造的地下高压水网根本不需要手，谁要是敢在管子打主意，那几兆帕的高压水流会教他好好做人。我的乖乖，铁柱哥，你这修的是浇地的水闸，还是银行的保险库啊？二柱来了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王大清那帮人什么下三滥的手段用不出，我不修结实点，万一他们半夜往我的水源里投毒或者搞破坏怎么办？哥，你这套家伙事儿看上去也太高级了吧？这黑管子连着这么多仪表盘是干啥用的？这是全封闭智能滴灌系统的控制枢纽。传统的土渠浇地，水在路上就要蒸发渗漏掉一半，还容易被人中途截流。我这套系统从后山水处抽出来，直接进地下高压管，经过这道过滤网，再压进铺在田上的毛细管里。只要我在这儿一推电闸，加压后的水流就会精准的滴在一颗药材的根部，水一滴都不漏，外人一滴也别想透。这高科技是好，可惜我们是用不上了。铁柱哥，你不知道，自从那天你撤场之后，王老板彻底疯了。他怎么了？他不仅把清流村的供水量砍了一半，还放出话来，从今天起水价翻倍，一车水直接要价800块。他还说这都是你看铁柱不识抬举害的，他损失的钱必须从大伙身上成倍的捞回来。村里现在好多人都急哭了，张老赖还在那煽风点火，说全是你连累了大家。王大兴这是狗急撞墙了，他眼看我的地下管线打通，他垄断全村水源的计划即将破产，所以想在最后关头狠狠榨干村民一笔，同时把矛盾全转移到我身上。二柱，你去把村里几户踏实本分、没跟着张老拽瞎起哄的乡亲叫过来，就说我赵铁柱有话跟他们谈。铁柱啊，我们可是被王老板逼得没有活路了。你这管子是通了，可我们这些人的地，过几天恐怕就要彻底绝收了。各位叔伯兄弟，我找铁胄不是不讲情面的人，我之前自掏20万修渠，本来就是为了大家，是王大兴和张老倩设局阻挠，才逼得我走地下。现在这套高压滴灌系统，主线道我已经全款铺好了，水库里的水是公家的，我不收水费，但我也不是搞10万的设备钱，这是我顶着破产的风险砸进去的。谁想用地下的水可以，只要从我的主管道上接出分支线，铺到你们自己地里就行。分支管道的成本价是每亩地2000块，我知道大家现在手里没闲钱，没关系，可以先装管子救苗，等秋天药材卖了钱，再分期还给我，我不收1分钱利息。铁柱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先装管子，秋后再给钱。白纸黑字咱们签合同，但丑话说在前面，接入我这套系统的，以后绝不能再受王大清的盘剥。还有张老赖这种人，出多少钱我都不接。谁还受那窝囊气啊？王大兴那个吸血鬼，早该滚出咱们村了。铁柱哥，我跟着你干，这合同我签，我也签我一个。哟，都在这儿开会呢。嘿嘿，铁柱啊，既然是造福全村，那这管子也给叔地里接一趟呗。叔秋后肯定给你钱。张叔，这会儿想接管子了？前几天你躺在挖掘机前面，跟我要8万块移坟费的底气哪儿去了？哎呀，那不是叔跟你开个玩笑吗？大家都是街坊邻里的，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先前那点事儿咱就不提了，我也不找你要什么补偿了。我这地底下的路你随便用，叔绝对支持你的工作，只要你给我留个出水口就行。张老赖，你听好了，我的管子是从地下10米的岩层穿过去的，不需要经过你同意。至于给你留出水口，做梦！你那块地可是大清县令的龙脉，风水宝地，我这凡夫俗子的水，怕是教坏了你的风水。你还是继续去买王大兴800块一车的神仙水吧。二猪，送客。赵铁柱，你不要做得太绝，你以为你铺个破管子就能翻天了？你给我等着！地里的苗旱死了，我跟你没完！你要是有本事，尽管来。赵铁柱，你给我等着！赶走了张老赖，我和几户村民顺利签了字。虽然因为王大兴的威胁，今天只有不到1/3的村民敢来签这份合同，但这已经足够撕开王大兴垄断帝国的第一道之口。
半个月的时间，在大旱面前显得既漫长又残酷。到了8月底，清流村的旱情已经到了让人绝望的地步。铁柱哥，你快来看，神了，真是神了！这才通水半个月，底下的根基粗了一大圈。照这个涨势，今年的收成不仅不会减，还得比往年多卖2。只要机器不出问题，熬过这个夏天没问题。哥，现在村里风向全变了，那些一开始怕得罪王大兴不敢跟咱们签合同的人，现在肠子都悔青了。这几天天天晚上有人跑我家打听，问你这儿还能不能再加接支线管子。早干嘛去了？不过既然都是乡亲，想接可以，但我之前定好的规矩不能破。现在想接管子的得自己出全款买材料，我不垫资了，而且必须和王大清彻底断绝买卖关系。哟，王老板今天有空来视察我的水管。哼，赵铁柱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也就是几根破塑料管子罢了，你真以为能保你一辈子？保不保得了一辈子我不知道，但保到秋收，顺便把你那黑心的高价水生意搅黄，那是绰绰有余了。大家伙可别被这小子的障眼法给骗了，他这机器可是从地下10米抽的水，那高压泵一天得耗多少电？再说了，机器这东西哪有不坏的？只要他那破电机一烧，或者管子哪里爆个口子，这满地的绿苗子不出3天就得死透。王老板，你就别在这儿费尽心机挑拨离间了。我的设备是工业级的，防过载，防空转。你想等它坏，恐怕得等到下辈子。有这闲工夫，你还是回去算算你这半个月少赚了多少钱吧。你行，张铁柱，你有种，我看你能狂到几时？看着王大兴气急败坏离去的背影，我知道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。老张，你干啥呢？张叔，想偷水就直说，偷不到就想搞破坏。赵铁柱，你别满口胡言，要不是你断了我的活路，我犯得着这样吗？你这小兔崽子心肠太歹毒了，你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呀！逼你，从头到尾是你自己贪得无厌，拿个假坟头讹我8万块钱，我不惯着你，走地下自己掏钱铺管子，怎么就成我逼你了？这路是你自己选的，现在地里绝收，你该去拜拜你那大清朝的祖宗，看看他老人家能不能显灵给你降点雨。你入夜后的清流村并没有因为太阳落山而变得凉爽。我拿着手电筒去果园深处的总闸房巡视。我走到坚固的混凝土总闸房前，检查了一下防盗锁，一切正常。正准备转身去检查几条主干毛管时，远处半坡地的方向突然闪过2道刺眼的车灯，灯光很快熄灭了。王老板，您大半夜叫我过来，到底有啥吩咐啊？我地里的苗子今天已经全死透了，我是彻底没指望了。老张，你也是村里有头有脸的老人了，就这么被一个退伍的毛头小子骑在脖子上拉屎，你咽得下这口气？我咽不下能咋办？那小子把水泵房修得跟碉堡一样，门上挂着那么大的铁锁，我连靠近都靠近不了，更别提报复他了。糊涂！门是铁的，难道地里的管子也是铁的吗？管子？可赵天入说了，管子在地下10米深的地方啊，我就是数土拨鼠的也挖不到啊。哼，他说10米你就信10米。我找省城搞水利的朋友打听过了，这种定向湍机虽然能打10米深，但在出水口的交界处，管系必须向上弯折才能连接地表。就在你家地皮和他国务窑界的这几米距离，那根高压主水管埋的绝对不超过1米深。王大清还真有几分本事，居然能打听到工程细节。没错，为了连接地表的控制阀门，主管道在边界处的埋深确实只有80厘米左右，但我用的是工业级 P1管，就算挖出来，没有专业工具也很难破坏。王老板，您的意思是？挖断它，这套系统是全封闭加压的，只要你一镐头把主管凿出个窟窿，里面的高压水就会瞬间爆出来。到时候不仅它地里的滴灌系统全部瘫痪，喷出来的水还会引发泥石流，把它那一地金贵的黄青全给淹死冲烂。
这可是破坏水利设施啊！你不说，我不说，大半夜的谁知道是你干的？这里是1万块钱现钞，只要你今晚把管子给我砸了，让他赵铁入破产，事成之后我再给你4万。你不是想讹他8万没讹成吗？我补给你。王老板，您放心，这小子断了我的活路，我今天非让他付出代价不可。这就对了，赶紧去挖，我在这里给你把风，事成之后马上走人。王大清，你想砸我的管子，想用水淹我的地，你千算万算，唯独算漏了一件事。你以为这只是一根普通的自来水管，你根本不知道，这台从绿源重工买来了的增压泵，到底蕴含着多么恐怖的能量，它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世上。既然你们今晚想玩阴的，那我就给你们加点料。0.8兆帕，这是常规滴灌的水压，但这根管子的极限是3.0兆帕。平时我是为了省电，今晚我想看看你们这把老骨头能不能扛得住这股能量。挖吧，张叔，用点力气。这份我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惊喜，绝对会让你们终生难忘。王老板，这地太硬了，跟铁板似的，我这把老骨头都快散架了。平时讹人的时候不是挺能折腾吗？这才挖了几下就喊累。老张，我可提醒你，兜里那1万块钱你已经拿了，剩下的4万还在我包里。你要是连个坑都挖不明白，明天不仅钱没你的份儿，你地里的药材也就彻底等死了。别，我挖还不行吗？动作快点，这管子就在浅层，马上就能见到了。只要水一冒出来，立刻跑。剩下的事就是明天看赵铁柱怎么在全村人面前哭。为了自己的私利，毫无顾忌地摧毁别人几十万的投资，这种人不给他们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，他们永远不知道什么叫敬畏。王老板，挖到了，黑色的管子真在这儿，比我大腿还粗。好，干得漂亮，别磨蹭，用最尖的那一头给我狠狠地往下凿，凿穿它。赵天柱，你断我的财路，今天我就断你的生树，给我碎！哎呦，我的亲娘哎！10米地下确实没有龙脉，但这水里的压力够让你们清醒了。我操！地震了，是不是后山地震了？我听着像爆炸，走，赶紧去看看。铁柱哥，出啥事儿了？我听着像你地里传来的声音。我也刚听见动静出来。哦，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，这就是老张家大清朝当县令的祖宗。老张啊，你这祖宗挺时髦啊。张叔，王老板，大半夜的跑我水管子跟前练十字苗来了。赵铁柱，你别误会，我们是路过。既然你们是路过，那这涉嫌破坏巨额农业基础设施的罪名，就让警察来查清楚吧。二柱，报警。谁报的警？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警察同志，是我报的警，有人涉嫌蓄意破坏大型农业基础设施。警察同志，误会，全都是误会啊！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全是这个老疯子干的。王老板，
你说啥？我说啥？我是说你太乱来了，简直不可理喻！我大半夜开车经过，看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对劲儿，好心下来想劝阻你，谁知道你不听啊！结果你一镐头下去，水就喷出来了，看把我这一身害成什么样了，这可太冤枉了！警察同志，我真是无辜的，我是受害者啊！王大兴，你可真够不要脸的！大半夜2点钟，你开车跑到我们村荒地里来路过，你糊弄鬼呢？就是，谁不知道你平时恨铁柱恨得牙痒痒？我那是关心我们车队的客户，这几天旱情严重，我睡不着觉，下来考察一下市场不行吗？再说了，你们有谁亲眼看见我动手挖管子了？那十字架上可全是他张老赖一个人的指纹。王大行，你个丧尽天良的！是你半夜开车到我家，说只要我把铁柱的管子砸了，你就给我5万块钱。你现在想把我一脚踢开，门都没有！你胡说八道，你这是满口胡言！都给我住手！好了上，老实点，分开站好。刘警官，王老板说他只是路过，这确实很难让人信服。毕竟全镇都知道我修了这条地下水管，彻底断了他高价卖水的财路，他有极其充分的作案动机。赵铁柱，你别胡说八道，凡事讲证据。要证据是吧？张叔，你刚才说王大清给了你5万块钱，钱呢？有定金，他当场给了我1万块钱现金，就在兜里。警察同志，你们看，这就是王大兴刚才给我的赃款，剩下的4万，他说等事成之后再过我，这钱上肯定有他的指纹。王老板，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半夜带着1万块现金来荒地考察市场。警察同志，我是被逼的呀，都是王大清什么发拔我的，我就是一个种地的，哪懂什么破坏设施啊！求求你们宽大处理吧！你们2个谁也跑不了，3和实施破坏，法律上都有明确的定性。赵铁柱同志，你是报案人，也是受害方，我们需要对现场的损失进行一个初步的评估。这条水管的维修费用大概是多少？刘警官，这不是普通的农用塑料管，这是我从省城绿源重工订购的工业级 PE 高压深埋管。这套系统是全封闭加压的，现在主管破裂，不仅切断，重新热熔焊接，还会导致整个地下管网的压力失衡，必须请省城的专业工程师带仪器来重新校准和检测。光是材料费、工程师的出厂费以及停工期间的药材损失，保守估计直接经济损失在7、8万元以上。这还不算定向刮酒机再次进场清理管道的费用。如果达到立案标准，我要求他们全额赔偿。情况我们了解了，我们会请专业的物价部门来进行定损。你的防范意识很强，做得很对。遇到这种恶势力，就是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。明天上午，麻烦你带着相关的采购合同和发票来所里做个详细笔录。一定配合。抓得好，这2个祸害终于遭报应了。这下咱们村终于能踏踏实实喘口气了。铁柱啊，今天真是大快人心，要是没有你顶着，咱们全村人怕是都要被王大兴那个吸血鬼给逼死在今年夏天了。是啊，铁柱哥，现在王大兴被抓了，他的送水车队肯定完蛋了。那些还没接管子的乡亲们，明天肯定排着队来找你签合同。大家放心，明天一早我就联系省城的工程师来抢修主管道。咱们的规矩不变，只要想用滴灌系统的，随时来找我签合同。今年大旱，水比金贵，我赵铁路保证，绝不让咱们村烂在地里一颗药材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拨通了李总的电话，不到中午，工程车就到了。铁柱兄弟，这破坏的够彻底的啊！这可是工业级的高密度 PE 管，硬度极高，能用人力硬生生凿穿，这得下了多大的死手？他们可是奔着把我这几十亩药材全淹死的目标去的。刘工，定损情况怎么样？主管道瞬间破裂，导致整个地下管网发生了严重的水锤效应，不仅破裂这一段要全部挖开重新热熔焊接，连带着总闸房里的3个单向泄压阀也全被冲毁了。材料费、设备折旧加上全网压力施工费，8万5千块，只少不多。如果再加上你停水这2天的药材损失，这案值绝对稳稳够上3年以上的刑期了。我的乖乖，8万5，张老赖就算砸锅卖铁，连他家的破房子全卖了也赔不起啊！他赔不起，不是还有王大兴吗？他们俩是共同犯罪，警方自然会冻结王大兴的资产来赔偿我的损失，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各位乡亲，今天送水来了，今天大优惠，
一车水只要300块，2车500，先到先得啊！刘经理，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们大兴车队不是说再也不往我们清流村送一滴水了吗？哎呀，李大爷，那都是老板说的气话。你老板呢？怎么没亲自来收钱啊？刘副手，你就别在这儿演戏了。王大兴因为涉嫌破坏巨额水利设施，现在正坐在看守所里交代问题。你们公司的账目和送水车马上就会被警方作为涉案资产查封。你现在拉水出来卖，这钱你敢揣进自己腰带吗？赵铁柱，你别乱说，我们这是正当做生意。哼，正当生意？你们趁着大旱把水价炒高3倍，逼得乡亲们去借高利贷，这叫正当生意。现在你们的靠山倒了，想起来降价了。各位叔伯兄弟，王大兴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。我的地下管线今天下午就能修好，全面恢复供水。不仅如此，只要大家签了合同，我们以后的水价成本连他今天报的300块的1/10都不到。铁说的对，咱们宁可再等天，也绝不买他们一滴黑心水。大势已去，赵铁柱真的把这儿变成一块铁板了，以后清流村的钱再也摸不着了。行，你们有种，走着瞧。铁柱啊，今天真是扬眉吐气了。今天下午不管咋样，你得把合同拿出来，我们全村人都签，我们要跟着你干。各位乡亲，听我一句，管子接上了，水通了，度过今年的大旱已经不是问题。但我赵铁柱想做的不仅是让大家有水浇地，所以我决定借着这次通水的机会，咱们成立清流村现代原有合作社。合作社？对，以后咱们全村的几十亩、上百亩黄金统一用水，统一施肥标准。到了秋收，我赵铁柱负责去省城联系大型制药厂，我们不通过中间商，直接统一打包出售。大家有钱一起赚，有风险一起担，谁也别想再欺负我们清流村的任何一个人。这个办法好，铁柱当过兵，见过世面，办事公道。我提议，这个合作社的社长就由铁柱来当，大伙儿同不同意？同意！铁柱当头，我们100个放心。地下高压滴灌系统在最极端的旱情下保住了药材的命脉，清流村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丰收。铁柱哥，你快看，这种成色至少50块一斤。这不仅是钱，更是清流村挺直脊梁的底气。铁柱，镇派出所刚来电话，王大兴的案子判下来了，故意毁坏财物罪和强迫交易罪数罪并罚，判了3年6个月。他那个吸血的车队也完了，公司账目被查封，送水车全部拍卖，赔偿你的管链损失费8万5，还有多收乡亲们的高价水费也退了。张老伐呢？他虽然是王大兴的狗腿子，但也判了1年半，8万5的赔偿金他得承担连带责任。他那个在城里打工的儿子嫌丢人，回来直接把张老赖的破院子卖了，替他还债。张老赖伪造祖坟想敲诈，如今一个进了监狱，一个无家可归，纯属咎由自取，翻篇了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把这几10万斤的药材卖个好价钱。赵社长，你们这药材卖相一般啊，今年全国药材滞销，我们3家是顶着亏本的风险来帮忙的，一口价20块一斤，成本都15、16块了，镇上统货都卖30。哼，嫌低，方圆500里的收购渠道全在我手里，不卖给我，你们自己推小车去摆地摊吧。铁柱，要不25也卖了吧，总比烂手里强。想趁火打劫，你找错人了。陈老板，带着你的人滚出清流村。你说什么？刘经理，康大制药的冷链车到了吗？有效成分比特级黄坑还高出15%块一斤，以后你们所有药材，康大制药无限期包销。另外，我们集团旗下的生态有机肥，以成本价专供你们合作社。赵社长，这简直是生态循环与现代水利结合的典范。厅里决定把今年的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专项基金200万全额批给你们。不啊，从王大兴断水，到张老赖敲诈，再到那帮药材商联手压价，咱们是一路扛过来的。200万只是个开始，明年我们要建自己的深工工厂，我要让清流村成为全省最富裕的新农村。